我身后这一辆是我驾驶了5年、9万多公里的2018款 Tesla Model X 75D。那本期视频我会分享一下这么多年我的真实驾驶体验、优缺点，那还有呢它目前的实际续航是如何。那最后呢我也会说一下它如今呢在新西兰还值多少钱。那大家呢也可以发个弹幕猜一下我下一辆车将会换什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elvin。6年前，当我第一次看见 Tesla Model X， 我就被这个音译门所征服。那哪怕过了这么多年，如今呢，我还是觉得它挺帅的。那首先呢，我先说一下这辆 Model X 的一些基本配置，它就是黑外黑内，那配有这个碳纤维的内饰，6座。终身免费的超充。那买车的时候呢，我选了这个 EAP。那后来呢有折扣优惠，我也付费3600纽币升级，配备了这个完整的 FSD 全自动驾驶套件。那我给它包了车衣，把镀银部分呢全部包黑。那轮毂呢也把它喷成这个黑色。那我是2018年3月份提车的。那当时呢买回来的时候，还是使用这个 MCU 1代的中控电脑。那 Hardware 2.5的这个自动驾驶硬件。那后来呢，我也自费把中控电脑换成这个 MCU 2代，还有 Hardware 3.0。当时花费呢2500纽币。购买这辆车的时候啊，刚好也是我孩子出生。那6座呢，是真的是非常适合有孩子的家庭。那就算一家3口加上我父母来探亲，5个人坐，把第6个座椅放倒，都可以放下一辆比较大的 BB 推车。那但是呢，在过去的5年里，90%的时间，我都把最后一排完全的放倒，变成一个4座的一个搭配。那日常呢，一家3口呢，已经是绰绰有余了。那也由于啊，这是6座，中间有这个过道。那当我孩子还在小的时候呢，我会经常会蹲在中间，把宝宝呢放在最后一排来换这个尿布，那真的是非常方便。那不过，如果让我再次购入这个 Model X， 我是绝对不会再去买6座的。那第一呢，就是价格比较高。第二呢，就是相比起5和7座啊，6座是不可以把第2排座椅完整的平整的放倒。那在运送这个大体积或者比较长的物件的时候呢，十分的不方便。有不少人都不喜欢这个音译门，那不过呢，对于我来说，它非常的实用，特别是下雨的时候可以遮风挡雨，那非常适合有小孩子的家庭。那而且呢，在新西兰大部分的停车场呢，相对来说位置都是比较大的。那就算呢在车位比较窄的时候啊，我都从来没有试过车门没法打开，造成没有办法下车的尴尬局面。说到车门，如果换别的车，我最怀念的就是 X 这个靠近会自动开门、踩刹车自动关门的功能，真的是非常优雅。高级感十足。那当我手上面拿着2杯奶茶或者1盘鸡蛋的时候，那这个功能呢真的是刚需。那但是呢，在某些时候啊，我也非常讨厌这个功能。那例如啊，我根本没有打算上车但是呢，我只要一靠近，它就会自己打开了。Model X 是目前 Tesla 在售车型中体积最大的。那但是呢，在实际开起来啊，我并不会觉得它是特别的笨重的感觉。那相比之下，我是觉得它的避震呢真的是一般。那不知道在后来改款了带有这个 Waven 的倍震版本呢，会有没有好一点点，有没有进步？那但是呢，作为老款的 X 啊，在过一些颠簸的这个路段，路况比较差的一些路面呢，体验呢真的是一般。那说到驾驶，那不得不提这个自动辅助驾驶。那只要是一上高速啊，我都肯定会开启。那这个功能呢，在新西兰的使用体验呢，还算是 OK 的比较智能。那大大降低了这个长途驾驶的这个疲劳感。但是在某些高速路口啊，它也会自己乱打灯。那明明呢我没有想变线，或者下这个高速，那它自己呢就会打灯。你看，大家看看，我现在没有开导航，每次来到这个口，它就会自己打灯，但是其实我根本就没有想出这个口。
那还有呢，它的这个自带导航呢，也是有点傻明明呢，它也是用这个 Google Map 的这个地图但是呢，在某些时候的一些路段呢，它就是和 Google Map 的不一样。前面这段路明明就是可以直走的，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它每次让我这么拐一下。你看，我现在直走了，然后它就直接就会改过来了，非常的莫名其妙。那对了。那虽然呢，我付费升级的这个 FSD 全自动驾驶套件，那不过呢，这个功能呢，我是真的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做到全世界都能够普及而且呢，这个升级还是跟车而不是跟人。那所以呢，只要我把车卖掉了，我就下一台车就没有这个功能了。那所以呢，未来我是绝对不会再付费购买了。那就算有一天真的有这个需求，我只会选择订阅，而不是买断。Tesla 的 S、X、3和 Y 呢，我都有驾驶过。那我个人呢，还是比较喜欢带有2个屏幕的 S 和 X。那前面屏幕呢，显示这个播放音乐车辆信息这个大屏幕呢，我就一般会在上半部分显示这个导航信息，下半部分呢，打开这个车尾的摄像头。那在驾驶的时候我基本上只会看这个屏幕，而不会看这个后视镜因为呢，这个屏幕的画面真的是清晰而且又清楚。那而3和 Y 呢，由于只有一块屏幕，如果同时打开了这个摄像头的画面，就会把导航画面给遮蔽。那所以呢，我在驾驶3和 Y 的时候呢，我只可以关闭摄像头的这个画面。续航方面，官方续航是 NEDC 417公里 ，EPA 标准下381.4公里。那经过9万多的公里驾驶之后，那在 NEDC 标准下呢，充满电表显380公里。那如果是实际长途驾驶平均这个车速在90到100公里每小时左右呢，开着空调，那实际续航呢为300到330公里左右。那如果是日常市区里面驾驶的话，走走停停，那实际续航呢约为280到300公里左右。那电池的衰退表现呢，其实还算可以的。那虽然呢，我本人并不喜欢，而且极少长途驾驶，但是呢，有的时候工作需求，我还是需要在2个城市中呢通勤。但对于我来说我还是希望这个实际续航呢可以超过400，或者达到500以上。那这也是我目前想换车的最主要原因了。那一直以来有不少人都说电车比油车省钱。那我到底花了多少钱呢？那除去一开始我所说的那一些付费升级以外呢，我花费最多的就是轮胎。那由于呢，这是一辆重量达到2吨的车那轮胎的损耗也是相对来说比较严重的。那我平均呢每3万公里呢就需要换掉4条轮胎。那在过去的5年里面呢，其实包括爆胎呢，我总共换了4次12条轮胎。那每条轮胎的费用呢是580纽币，那总计呢是7000多纽币左右。那这么多年仅需要做1次保养，价格为550纽币。那去年9月份我过了保修之后，半年之后呢，暖气也给坏了，维修费用呢是1700纽币。那以上就是过去5年我在这辆车上面所有的花费了。那对了，在保修期间呢，还有3、4次是故障的，那都是这个特斯拉免费给我更换零件。那总体来说我觉得这辆车的用车成本呢，的确比我之前驾驶的这个奔驰相对来说是较低的。那在充电方面呢，由于最近这几年新西兰都有电力公司推出这个晚上9点到凌晨12点的免费用电这个套餐，那所以呢，在家充电呢的成本呢也是大大的减少了。那在外面呢，由于我是有这个免费的超充的，那新西兰呢也有不少的政府的这种快速充电站。那所以呢，只要有机会，我都会在外面充一下。那所以呢，相比起油车还有过去1、2年的高油价我的确呢是省了一大笔的。那我下一辆车是什么呢？实话实说，新的 X 无论是外形、内饰还是续航，都看上去是非常的不错的。那可是在新西兰目前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真正的上市。那所以呢，如今呢，我就预定了 Tesla 的 Model Y 高性能版本，继续黑内黑外。那新西兰呢，
黑色是需要加价1700纽币去购买的，那白色车漆呢则是免费。我说真的，像我这种特别喜欢黑色车的朋友呢，车主真的是非常羡慕国内的小伙伴们啦。过去几年呢，我很少拥有一辆车超过3年。但是呢 ，Tesla 因为拥有 OTA 更新，所以让我呢可以一直保持新鲜感。那这辆车我当时大概是花16.5万纽币去购入的。那经过5年后，9万多公里的驾驶，它到底还值多少钱呢？经过一段时间的私卖，还有呢不同的一些途径呢，我都没有办法把这辆车卖掉。那最后呢，我就选择把这辆车 trade in 给这个特斯拉。2天之后呢，我也会去提这个 Y 的高性能版本。那最后呢，特斯拉给我的报价呢就是8万块钱，那等于说折旧大概是50%。那相比起我过去的一些奔驰或者一些别的车型呢，大概是3、4年折旧50%呢。那其实我觉得这辆车的折旧率呢还算是比较的正常吧，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差但是呢，其实也是低于我的预期的。那对于过去的车来说每一辆车都仅是一个代步的工具。那不过呢，这辆 Model X 呢有一点点不一样，我对它的感情呢还是非常的浓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在我提车时候，我孩子还没有出生。那如今呢，我孩子呢也快5岁了。那所以呢，它的确见证了我们一家人很多美好的回忆。那我也希望呢，在下一辆车还有以后的车里面呢，也能够见证我更多的一些美好的一些生活，还有一些回忆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。如果喜欢本期视频，请记住给我1键3连，还有记住订阅我的频道哦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，拜拜。